爸爸，为什么今年人民币一直在跌呢？今年呢，中国的货币政策是比较宽松。我们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不断的在降息和降准。相反来说呢，美国今年在加息，还有在缩表。那在这个时候，资金在美国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，资金流向美金，人民币就贬值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奇葩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股票30年的经验和心得，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，找到10倍股，让财富滚雪球。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咯。那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需要降息呢？一方面，中国今年的经济呢是比较差。如果我们看回贡献经济的4个成分，出口比较疲弱，政府的开支也因为地方政府的债比较高，所以也减少了。企业的投资也是相对非常的低，而个人的消费也是非常的疲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中国人民银行就需要降息来刺激经济，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大的限制就是会导致通货膨胀，但是中国现在的通胀又是非常的低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6月份最新的 CPI 是0，在这个时候中国是没有通胀，给到中国人民银行很大的空间去通过宽松的货币来刺激经济。那为什么中国没有通胀呢？那通胀其实是一个供应和需求的关系，当生产出来的供应大过需求了，这个时候厂价就不能涨价，只能靠减价去促销。6月份中国的 PPI 出来是负5.4%，中国的通缩已经在生产端发生了。那为什么会发生呢？最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年，中国企业的老板一般来说赚到了钱，就把赚来的盈利大量的投放去扩充产能，导致现在产能是大量的提升，到了一个产能过剩的地步了。而在另外一方面，全球的经济疲弱，美国的企业因为去年中国的疫情和现在地缘的政治的考虑，在供应链管理方面是刻意的去中国化，分散他们在全球的生产。今年的中国出口是非常的疲弱。我们看回最新的6月份中国的出口的数字是负12.4%，出口少了，剩下来的产品就要靠内销，但是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又是非常的疲弱，所以在这个时候需要靠减价去促销，使到中国是没有通胀，甚至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会出现通缩。那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内销会这么疲弱呢？讲回中国的消费者，因为去年新冠疫情带来的风控，到今年出口又疲弱，特别是在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还是比较高。那我问你了，如果你没有找到工作，或者你担忧未来会被裁员，你会不会有信心出去大量的消费呢？我应该会存钱吧，不会乱消费。那除了对未来的担忧之外，另外还有一个叫财富的效应。那 Rich 我又问你了，假设你有一套楼，但是这个楼价贬值了10%，你不见掉了50万人民币，这个时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消费情绪呢？那个时候压力应该会挺大的，相对悲观，不会乱出去消费了吧？所以我们也看到中国的 GDP 30%其实有内地的房地产整个行业所影响的。今年的楼价还在往下跌，很多的楼卖不出去，使到许多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朋友收入度降低了，而且楼价跌了之后也影响了大众的消费情绪，所以中国的内销就比较疲弱。另外，我们看到恒大出来的最新财报，去年底负债超过2.4兆元人民币，而恒大可能是冰山一角，这些负债会不会引发银行的危机，最终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与财政健康，这都是许多人担忧的，所以消费者与企业投资信心自然减少了。
还有在这个时候呢，因为电商的竞争，还有供应链效率的提升，大家也习惯了用不同的网购平台去拿优惠，这使到中国已经疲弱的消费市场内卷更厉害。当然，消费者是得益了，但是东西是越便宜越没有人买，越贵越抢着去买的啊。我懂了。所以呢，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，它今年呢出了很多利好房屋的政策。那这样是不是会对内房的股价和内地的房地产会有利好的影响呢？那所有的东西是有个动量 momentum 的，这是牛顿的物理定律。虽然中国现在有不同的利好房地产的政策出台，也把利息降低了，但是要扭转之前房价往下跌的这个趋势的话，还需要一段时间。特别是楼价在跌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敢去买楼，那大家不买楼，楼价又会继续往下跌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话，第一个要使到楼价跌了非常的多。但是2019年之前，中国的楼市是涨了非常长的时间，涨了很多倍，使到当时的楼价已经超越了中国老百姓的负担能力。现在就算房价开始跌了，我估计还会跌一段时间。在楼价往下跌的时候，对地产开发商甚至对整个经济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。当然，股票市场股价是领先实体的经济的，因为之前股价也是跌过头，现在普遍的内房股已经是非常便宜了。当然，大家现在不敢去捞底，因为就是怕之后还会更加的便宜。但是一旦大家看到底的时候，大家都去捞底的话，这个时候股价就会有一个非常迅速的猛烈的反弹。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中国内房的发展，当然也可以密切留意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定时的给大家分析。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，也给我们一个赞吧，记得把今天影片分享出去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